景仁宫那方小小的青花瓷碗边，那碗清亮亮的水，可谁能想到，那里面滴进去的不是血，是砒霜，是酒足的人头。您各位闭上眼想那场面，静和公主的奶娘在哭，温实初在发抖，祺贵人在冷笑，而那位坐在上头的皇后正优雅地端着茶碗，那杯盖划过茶沿的咯吱声，是不是像极了催命的音符？甄嬛站在大殿中央，其头上的流苏连晃都不晃一下，那眼神死死盯着那碗水，心里盘算的却是：这水谁动过？这局谁在攒？咱们今天不讲大道理，就讲讲这一碗水引发的血案，看甄嬛如何在那水滴石穿的一瞬间，看穿了人心的险恶，完成了那场惊天动地的职场答辩。话说这大戏开锣，讲究的是个镜中藏沙。您各位先闭上眼，咱把这时光拨回到景仁宫那个燥热的让人心慌的午后。那天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琉璃瓦，碎金子似的洒在大殿青砖上，瞧着是一派皇家气象。可您要是仔细闻闻，那空气里除了淡淡的百合香，分明透着股子铁锈味儿。甄嬛坐在那儿，手里稳稳端着一盏明前龙井，那茶盖轻轻拨弄着浮叶，发出若有若无的瓷器撞击声，每一声都像是掐在人的脉搏上。您瞧，这就是顶级职场高管的定力，哪怕对面是千军万马，我这儿的茶香也不能乱。可就在这落针可闻的当口，坐在对面的祺贵人突然把手里的帕子一甩，那动静不大，却像是一道惊雷劈在了枯木上。他那双吊梢眼往上一挑，满脸的志得意满，像是掐准了谁的命门，一张嘴，那嗓门不大不小，却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心头一颤。他说：皇上，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这话，这哪是告发啊，这是直接把甄嬛辛苦经营了半辈子的大厂高管招牌给拆了，还要往他脸上抹那擦不掉的黑漆。咱们看戏看的是热闹，可这人情世故里的门道，得往细了钻。您看祺贵人那发难的时机，那是深思熟虑过的，这就叫职场里的突然袭击。他选在皇上心情刚有点转阴，皇后恰好在座，所有人都在场的时候发难，为的就是让甄嬛连个私下公关的机会都没有。这就是要把你放在聚光灯底下审判，让你每一根汗毛的抖动都逃不过众人的眼睛。您看甄嬛当时的反应，那端茶的手连晃都没晃一下，眼神依旧是那副深不见底的模样。可您说他心里能不慌吗？那可是掉脑袋灭九族的死罪。这种时候拼的就是心理素质。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您哪天在会上突然被竞争对手指着鼻子说你贪污公款，您是拍桌子对骂，还是像甄嬛这样先稳住那碗茶？这时候甄嬛的稳就是一种无声的防守，她是在用这种镇定告诉周围那些想看笑话的人，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河卒。可这局势啊，往往是变幻莫测。祺贵人这头一炮响了，紧接着就是连珠炮。他不仅是动嘴，还把那些所谓的人证一个接一个的往上拎。那绯闻，一个小小的宫女在那儿战战兢兢的跪着，眼神躲闪，却字字句句往甄嬛的心口上扎。您瞧，这就是最阴损的招数，找一个你平时最不设防、最瞧不起的底层员工来做伪证。这在咱们现代公司里，不就是那个被你批评过的实习生，突然跑去跟大老板举报说你带头违规吗？这种小人的杀伤力，往往比正面硬刚的对手还要大，因为他们不仅了解你的行踪，还擅长在真相里掺和一半的假象，让人真假难辨。皇上的脸色，从最初的诧异，到后来的阴沉，再到最后那如同黑云压城般的死寂，每一分变化都让景仁宫的温度降了几分。您说，皇上这会儿在想什么？他想的不是证据，
他想的是自己的面子，是那顶悬在头顶若隐若现的绿帽子。这时候，皇后乌拉那拉氏坐在上头，她那表情真是绝了。她没有大声附和，只是偶尔投去一个看似关切，实则催命的眼神，嘴里念叨着这怎么可能，可每一个眼神都在暗示皇上无风不起浪啊。这叫高级黑，也是职场里那些老辣的上司最常用的手段。他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仿佛一个公正的裁判，其实那哨子吹向哪边，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您看那景仁宫里的气氛，原本还算和气的嫔妃们，瞬间就分成了几波。有的如安陵容，面上急得快哭了，心里指不定在盘算怎么地最后一把刀；有的如新贵人，眼观鼻，鼻观心，生怕这火烧到自己身上。这哪里是宫廷，这就是一个大型的权力狩猎场。甄嬛在这种绝境下，脑子转得飞快。他知道反驳齐贵人这种小喽啰没用，真正定生死的是上面坐着的那位大老板。于是他缓缓放下茶盏，那动作轻柔的像是在放一件稀世珍宝，然后不紧不慢地站起身，那一身绣金凤的旗装在阳光下闪着冷冽的光。他没有急着哭天喊地表清白，而是反手问了齐贵人一句：既然你说我私通，那证据呢？人证是这被主的奴才，物证呢？这一招叫釜底抽薪。在职场博弈里，当对方抛出一个巨大的脏水袋子时，你不能去挡那水，你得去扎穿那个袋子。甄嬛很清楚，齐贵人这种性格，能拿出人证，必然会有所谓的物证紧随其后。与其等对方出招，不如主动把战场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然而，对方既然设了局，哪能没后手？齐贵人冷笑一声，那笑声里透着股子阴冷，像是冬日里的北风。他提到了温实初，提到了那些不经意的眼神，提到了那些所谓的私密往来。这其实就是职场里最难防的莫须有。只要你跟异性同事多说两句话，只要你们下班后在同一个车站等过车，在有心人的嘴里，那就是一段不可告人的故事。齐贵人就是在利用这种信息差和联想力，把甄嬛和温实初死死捆在一起。这时候，哪怕你没做过，你也浑身长嘴都说不清。甄嬛深知，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了，这是要把他这一派的所有人，连同温实初，连同他身边的锦汐、苏培盛，全都一网打尽的绝户计。咱们再看看皇上，他手里那串念珠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这代表他内心的焦虑已经到了顶点。对于一个权力的掌握者来说，他不在乎真相是什么，他在乎的是这种流言蜚语对他权威的挑战。这就是职场里的老板逻辑，你可以没能力，但你不能让我丢脸；你可以犯错，但你不能背叛。甄嬛敏锐地捕捉到了皇上这种心理，她开始采取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贵妃，而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语气哀婉却字句铿锵。她知道，这时候的软弱是最好的防守，而这种软弱背后的逻辑，必须得比铁还要硬。在这第一次的交锋中，最精彩的其实不是那些激烈的言辞，而是那些藏在旗头摇晃、茶杯磕碰之间的微小震动。每一次呼吸的停顿，每一次视线的交汇，都是一次生死的较量。齐贵人以为自己赢在了先声夺人，却没意识到，他这种把戏在真正的博弈高手眼里，还是显得太嫩了点。他把所有底牌一把梭哈了，这就意味着他没有了退路。而甄嬛，她还在观察，在那看似绝望的处境中寻找那一丝能翻盘的生机。这就好比一个顶级的对冲基金经理，在市场全线崩盘的时候，他看的不只是绿油油的屏幕，他在寻找那个哪怕只有1/1000可能的空点。这种平地惊雷的瞬间，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处世智慧。生活中，我们也常遇到这种事，
突然而至的污蔑，莫名其妙的排挤，这时候如果您乱了方寸，那就正好中了对方的圈套。甄嬛的定力其实来自于她对这宫廷规则的透彻理解，也来自于她对自己手中筹码的自信。虽然此时她看似孤身一人面对群狼，但她手里还握着最重要的一张牌，那就是她对皇上人性的精准把控。您各位想象一下，如果换作是您站在那景仁宫的正中间，周围全是冷笑和鄙夷的目光，皇上在上面死死盯着你，你的命，你全家的命，你孩子的未来，全都悬在那2-3个人的嘴皮子上，你还能稳稳地端住那碗茶吗？你还能在那短短的几秒钟内分析出谁是真想让你死，谁只是想看戏，谁又是那个可以利用的变数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看甄嬛，不仅仅是看那段历史，更是看那份在极端压力下的生存本能。随着祺贵人最后一声尖利的指控落下，大殿内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只有外头知了的叫声，听着让人心烦意乱。这静默是风暴前的最后宁静，也是一场更惨烈博弈的开端。甄嬛缓缓站定，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那口气里有无奈，更有决绝。她知道，从这一刻起，再也没有什么温情脉脉的职场关系了，剩下的只有你死我活的肉搏战。而那个被精心设计的滴血验亲大坑，正张着血盆大口等着他跳进去。书接上回，咱们说这景仁宫里头，祺贵人那一嗓子私通，简直是把天给捅了个窟窿。大殿里的空气在那一瞬间仿佛凝固成了冰疙瘩，冻得人脖梗子发凉。这热闹可不光是看台上的2位主子在斗法，这台底下的众生相，那才叫一个精彩绝伦，活脱脱一出职场战队大戏。这时候，您看那坐在上首的皇后乌拉那拉氏，她那端着茶盏的手，指甲套在瓷盖上轻轻一拨，那声清脆却不突兀，透着骨子，总算等到这一天的笃定。她不急着发话，这叫坐山观虎斗，更是职场里那些老谋深算的大 boss 惯用的路数，先让底下的小鬼儿跳个够，等火烧旺了，他再出来扮那个拨云见日的观世音。这种时候，谁先开口，谁就容易露出马脚，可谁要是选错了边，那可就是万劫不复。您再瞧瞧那安陵容，这位可真是递刀子的好人里的祖师奶奶。她那眼眶子说红就红，帕子捂着嘴，声音细若游丝，嘴里说着熹姐姐断不会如此。可您听听她后半句，只是这流言蜚语伤人，若不查个明白，怕是污了皇上的圣听。这话说的，明着是在替甄嬛求情，实则是拿根麻绳往甄嬛脖子上又绕了一圈。这在咱们现实的人情世故里，就是那种最阴损的同事。当老板怀疑你的时候，他跑过去说：“老板，小张肯定不是这种人，虽然他最近确实经常加班到半夜，还跟客户私下吃饭，但他一定是有苦衷的。”您听听，这叫保你吗？这是在给你盖棺定论呢。安陵容的这一招，就是要把怀疑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落地生根，变成必须调查的实锤。这景仁宫里头，此刻就像是个拉满了弦的弓，哪怕是一丁点火星子都能炸了营。新贵人坐在那儿，眼珠子滴溜溜的转，手里的帕子拧得跟麻花似的。他这种人代表的就是职场里占大多数的中间派。他瞧出甄嬛这回是遇了大难，心里头打鼓，可他更明白祺贵人背后的靠山是皇后，这2头大象打架，他这小草要是站错了位置，非得被踩成烂泥不可。所以他只能闭紧嘴巴，装出一副被吓傻了的模样，这叫明哲保身。可您各位发现没有，这种时候，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倾斜。当所有人都沉默，而只有恶人在叫嚣的时候，那种事就已经倒向了施暴者。这就是为什么甄嬛那一刻的孤独，
比那寒冬腊月的冰渣子还要扎人。咱们得把这镜头再往细了推，推到那跪了一地的奴才身上。绯闻在那儿抖得跟筛糠一样，那是心虚；静和公主的奶娘在那儿哭得声嘶力竭，那是被逼上了绝路。这些底层的小人物，在这场顶级的博弈局里，不过是随时可以被捏碎的耗材。祺贵人敢这么大张旗鼓，就是因为他手里握着这些人的身家性命。这就好比一个部门经理要整垮副总，他不需要亲自上阵去编瞎话，他只需要捏住几个基层职员的绩效考核或者转正名额，威逼利诱之下，那些为了养家糊口的人，什么脏水都能往你身上泼。您说这是人性的恶吗？不，这是权力的傲慢。在权力的绝对压制下，底层的良知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祭品。这时候，咱们得聊聊皇上的反应。皇上那张脸，此刻黑得能滴出墨来，他手里的念珠转得飞快，那是他内心疑云重重的生理反应。对于皇上这种级别的董事长来说，他最恨的不是员工干私活，而是这份私活里掺杂了对他的背叛。他看着甄嬛，眼神里有往日的情分，但更多的是一种被冒犯后的暴力。这种博弈最残酷的地方在于，他不讲逻辑，只讲情绪。只要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任何解释在自负的男人眼里都像是心虚的掩饰。甄嬛很清楚，此时他若是大喊冤枉，那只能惹得皇上更心烦，因为在皇上看来，你吵得越凶，越是在挑战他的尊严。于是您看，甄嬛是怎么应对这众口铄金的？他没有去理会祺贵人的叫嚣，也没有去反驳安陵容的伪善，他只是定定地看着皇后，那一抹嘲讽的笑意转瞬即逝。他知道，这整出戏的导演就坐在那儿喝茶呢。在这种被全员围攻的境地，最忌讳的就是四处出击，你得找准那个真正攒局的人。甄嬛的这种病，其实是在给自己争取时间。他的大脑此刻就像是最高速运转的算筹，在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里寻找漏洞。这叫乱云飞渡仍从容。在职场里，当你被一群人针对的时候，你表现得越慌张，对方就越兴奋。只有你稳如泰山，对方才会因为摸不清你的底牌而产生动摇。紧接着，那个被精心设计的滴血验亲提议终于浮出了水面。皇后的声音不疾不徐，带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无奈教导。她说，既然两边都各执一词，为了熹贵妃的清白，也为了皇家的血脉，不如就取水验一验吧。您听听，这话说得多漂亮，全是为你着想。可这恰恰是杀招。在职场上，这叫程序正义。当对手给你设了一个你无法拒绝的公平测试时，那测试本身一定是被动过手脚的。皇后敢提出验血，说明她已经在水或者针上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这就好比竞争对手请了第三方的审计公司来查你的账，你以为程序公正就安全了，其实那审计公司可能早就是人家的人了。这一场围绕着站队和沉默的博弈，把人性的幽微处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些平时的姐妹情深，在那一刻碎成了满地的瓦砾。这就是现实，当你站在巅峰的时候，满眼都是笑脸；当你跌入谷底的时候，连身后的影子都想离你远点。甄嬛在那一刻体验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孤立无援。可正是这种绝境，激发了他血液里那种不服输的狠劲。他看着那渐渐端上来的水碗，看着那些伸长了脖子等着看他笑话的嫔妃们，他心里明白，今天这景仁宫里流出来的血，要么是他的，要么就得是皇后的。咱们常说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其实景仁宫里的这番景象，每天都在咱们身边上演。您在单位里是不是也见过这种场面？老板发了话，大家立刻开始看眼色站队。平时跟你称兄道弟的人，
这时候可能连个眼神都不敢给你。这种围观的暴力，有时候比当面的指控还要伤人。甄嬛在这种无形的压力下，愣是没低头，那是因为她看透了这宫廷的底色，这里没有正义，只有胜负。只要你赢了，那些看客自然会重新聚拢过来，为你歌功颂德。如果你输了，连你的名字都会变成这个宫廷里的禁忌。随着那只青花瓷碗稳稳地放在了大殿中央，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被磁铁吸住了一样。那一碗水清澈的能倒映出每个人的脸，可在那平静的水面下，藏着的却是足以覆灭一个时代的阴谋。这时候，连风都停了，知了也不叫了，全场静的只能听到那几颗心在砰砰乱跳的声音。您说，这碗水端上来，到底是甄嬛的催命符，还是皇后的掘墓铲？咱们这出戏已经到了最惊心动魄的关头。话说这景仁宫里头的局势，已经从刚才的唇枪舌战，演变成了真刀真枪的肉搏战。这滴血验亲的主意一落定，大殿里的气氛就不再是火药味儿，而是那种让人窒息的血腥气。就在这节骨眼上，皇上的一道口谕，把这出戏推向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深渊。温实初进场了。您瞧，这时候的温实初哪儿还有半点平日里首席太医的儒雅风范？他那脚步迈进景仁宫门槛的时候，明显打了个趔趄，虽然极力稳住，可那袖口底下藏着的手，抖得连随身的药箱盖都在轻轻撞击。这在职场博弈里叫关键技术人员的入局。温实初对于甄嬛来说，既是生死相托的战友，也是此时此刻最致命的软肋。您各位试想一下，如果你正被公司内部审计调查，而你最信任的那个财务总监突然被拎出来当证人，你这心里是该觉得有了依靠，还是觉得天都要塌了？甄嬛在那一瞬间，眼神跟温实初碰了一下，就那一秒钟，里面的信息量比整部大清律例还要厚。那是信任，是叮嘱，更是那种你若不倒，我便能活的终极默契。可您看对面的阵营，祺贵人一见温实初，那眼里的金光简直要化成实体刺过去。他那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活像是一只盯准了猎物脖梗的虎狼。在他眼里，温实初不是人，是一个能把甄嬛彻底拽下神坛的活证据。这种时候，温实初的每一个微表情都在被无数双眼镜架在显微镜下拆解。他额头上渗出的那层细汗，在阳光下亮得刺眼，那就是人性在极端恐惧下的本能反应。这叫什么？这叫身份尴尬。温实初在这个局里，他的专业身份是医生，是客观中立的第三方，可他的情感身份却是所谓的绯闻男主角。当这两个身份重叠在一起，他说的每一句真话听起来都像是在包庇，他做的每一个专业动作看起来都像是在毁灭。这就是职场里最难破的局。当你的专业信用被你的私人关系彻底透支时，你该如何自证清白？咱们再看看皇上，他坐在那把雕龙画凤的宝座上，眼神在那一刻变得极其玩味，甚至带着一种变态般的审视。他看着温实初跪在下面，又看看甄嬛站得笔直，那种男人骨子里最原始的嫉妒心像毒蛇一样啃噬着他的理智。皇上此时并不急着判死刑，他是在享受这种掌握他人命运的快感。这在现代大老板的心理里也很常见，他想看看这两个被他怀疑的人，在生死关头会不会为了自保而互相撕咬。可温实初到底是温实初，他虽恐惧，但那骨子里的书生气和对甄嬛的深情，让他在这绝境中撑起了一副残破的骨架。他那一跪，跪得极重，重到仿佛能听见膝盖骨碰在青砖上的闷响。那是他在用这种自毁式的卑微，试图向皇上置换出那么一丁点儿的信任。可局势哪能这么轻易放过他？
皇后乌拉那拉氏这时候开口了，声音磁性而柔和，却字字句句往温实初的软肋上扎。她让温实初去准备验亲的水和针，理由冠冕堂皇，温太医医术最高，最是稳妥。您各位瞧瞧，这叫杀人还要诛心。让绯闻男友去亲手操作验证自己是否私通的测试，这不仅是对温实初人格的极大侮辱，更是设下了一个逻辑闭环。如果你验出来的结果是不容，那是你应该做的；如果你验出来的结果是容，那你就是自绝死路。更阴毒的是，哪怕结果是好的，只要皇后在过程中稍微动点手脚，温实初这个操作者就是第一个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造假犯。这在职场里叫程序绑架，把你的竞争对手放到关键岗位上，让他哪怕做对了也是错，做错了更是死。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口，大殿里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那是小太监端着托盘上来了。托盘里放着那只决定无数人命运的青花瓷碗，里面盛着大半碗清澈见底的水。温实初伸出右手去接那个碗，您注意看，那只原本擅长拿金针变百草的手，在触碰到瓷碗边缘的一刹那，剧烈的抖了一下，碗里的水随之荡漾开来，一圈圈波纹撞击在碗壁上，发出细微的轻响。这一声轻响，在寂静的景仁宫里，简直比雷鸣还要惊心。甄嬛的眼睛死死盯着那碗水，她的瞳孔在微微收缩，这是一种顶尖捕食者在察觉危险时的应激状态。她在那一瞬间一定感觉到了什么不对劲，那种不对劲不是来自于证据，而是来自于一种常年在生死边缘游走的直觉。她看着温实初的背影，看着他那因为过度紧张而显得僵硬的肩膀，心里翻江倒海。这水如果是清白的，温实初为何如此失态？如果这水是有问题的，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咱们得聊聊温实初此时的心理崩溃边缘。他是一个技术型人才，这种人最大的优点是专业，最大的缺点是心理素质往往跟不上复杂的拳斗。他在那儿准备银针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肯定是和甄嬛在碎玉轩的那些往事，那些被他藏在心底最深处的温柔，此时此刻成了勒死他的绞索。他越是想表现的专业，就越是显得可疑。在现代职场中，很多像温实初这样的老实人，就是毁在了这种过度承担上。他总想一个人扛下所有责任，却不知道这种行为在多疑的老板眼里就是做贼心虚的最好证明。他的这种尴尬身份，让这场本来应该严肃的血缘鉴定，变成了一场关于忠诚与背叛的荒诞秀。随后，皇上站起身，慢条斯理地走到那碗水面前。那金黄色的龙袍在温实初面前晃动，带起一阵压抑的凉风。皇上甚至没有看温实初一眼，他只是盯着那碗水，仿佛在那清亮的水面下能照出他自己的不堪。他从托盘里拿起那根银针，针尖在阳光下闪着幽幽的蓝光，那是死亡的底色。皇上回头看了甄嬛一眼，那眼神里没有了爱，只有一种近乎残忍的决绝。他像是在说，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清白，那咱们就看看这些到底听不听你的话。这不仅仅是验亲，这是皇上在对自己过去这段情分进行最后的割裂。温实初跪在旁边，呼吸声变得急促而粗重。他知道接下来发生的每一秒都可能让他和甄嬛万劫不复。这种在悬崖边缘走钢丝的感觉，足以摧毁一个人的理智。可就在这时候，甄嬛突然开口了，她没有求饶，也没有辩解，而是用一种近乎冰冷的语气提醒皇上，皇家血脉尊贵，请皇上保重龙体。这话听着是在关心，实际上是在给皇上递台阶，也是在最后一次试探皇上的心理防线。
这一招在职场谈判里叫高频引导，通过不断的正面暗示，试图干扰对方的负面决策。可皇上此时已经听不进去了，他的一滴血和从小太监手里接过的鸿雁的一滴血，先后落入了那碗清澈的水中。大殿内再次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几十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2个红点。温实初离得最近，他能清晰地看到那2滴血在水中打着转，缓缓地靠近。那一刻，他可能甚至希望自己此刻就死去，这样就不用面对接下来的结局。而甄嬛，她的身体虽然一动不动，但藏在长袖里的手已经把掌心掐出了血印子。这就是博弈的最高潮，所有的人为努力都已经结束，剩下的只能交给命运，或者说交给那个早就躲在暗处拨弄命运的人。这温实初的身份尴尬，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深刻的社会伦理。在权力的天平上，真相从来不是第一位的，站位才是。温实初作为一个可能存在的情感变数，他出现在这里的唯一意义，就是作为打击甄嬛的导火索。无论他表现得多么专业，只要他的身份被贴上了情夫嫌疑的标签，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这就是现实生活的残酷。很多时候，你的失败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你出现在了一个不该出现的局里，承载了一个你无法承受的身份。这一段戏，咱们把温实初这个技术大拿在政治风暴中的无力感给聊透了。他那颤抖的手，额头的汗，不仅仅是因为恐惧，更是因为一种信仰的坍塌。他一直以为可以用医术护着甄嬛，却没想到在这个景仁宫里，他的医术反倒成了递给敌人的投名状。随着那2滴血在水中逐渐交融，最后彻底合二为一，温实初的最后一点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惊恐地瞪大了眼睛，看着那碗水，喉咙里发出一种如同被困野兽般的呜咽声。而甄嬛在那一刻，她的眼神从极度的紧张突然转变为一种莫名的深邃，那是一抹死后重生的光，因为她在那一瞬间终于抓住了那个让所有谎言无处遁形的致命破绽。话说这大殿里头，那只青花瓷碗就静静地搁在红漆木基上，里头的水晃悠悠的刚停稳，那清亮亮的波光映着景仁宫房梁上的彩绘，可在那一刹那，那水面就像是裂开了一张吃人的嘴。当皇上那滴龙血和鸿雁那滴质子的鲜血，像2条细细的小红蛇一样，在水里绕了2个弯，最后竟然像见着亲娘似的，严丝合缝地融成了一坨。那一刻，大殿里的空气简直是炸了锅，却偏偏静得连针掉地上都能听见。皇上原本撑在膝盖上的手猛地一攥，指节因为过度用力而发白，发出咔吧一声脆响。那眼神里瞬间喷薄而出的，哪儿还有半分平日里的帝王威仪？那全是受了奇耻大辱的暴力，是那种被最信任的人当众扇了一记响亮耳光的狂怒。甄嬛站在那儿，原本还存着的一点子指望，在看到那血融在一起的一瞬间，瞳孔骤然收缩，整个人像是被雷给劈中了，脚底下一虚，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晃了晃。这就是顶级职场里的伪证现场，你明明知道这业绩报表是真实的，可对手硬是在审计程序里动了手脚，当众拿出了一份让你百口莫辩的实锤造假证明。那一刻的绝望，能把一个人的脊梁骨生生压折了。咱们得把这镜头往细了拉，拉到甄嬛那张瞬间惨白的脸上。她那双平日里波澜不惊的凤眼，此刻死死盯着那只碗，脑子里恐怕比那沸腾的开水还要乱。他心里清楚，鸿雁绝不可能是温实初的孩子，这2滴血融在一起，从科学逻辑上讲是断然不通的，除非这碗水本身就是个杀人不见血的陷阱。这在现实职场里叫数据投毒，对手没法改变你的真本事，
但他在衡量你本事的那个秤砣上加了磁铁。甄嬛在那0点几秒的空白期里，必然经历了一场灵魂深处的过山车。他看着祺贵人那压抑不住的狂喜，看着皇后嘴角那一抹仿佛大仇得报的矜持笑意，那种被全天下围猎的窒息感，换作是个心理素质稍微差点的，这会儿估计已经瘫在地上求饶了。可您瞧瞧甄嬛，她虽然手在抖，可那眼神在掠过皇后那志得意满的面孔时，突然定住了。这就是老江湖的敏锐，当一个结果完美的过分，完美到违背常理的时候，那这个结果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这时候，景仁宫里的恶犬们可算是逮着机会了。祺贵人像疯了似的扑上来，那嗓门尖的能划破琉璃瓦，叫嚷着要把甄嬛当场正法，还要把温实初拉出去五马分尸。皇上那串常年不离手的念珠，哗啦一声被他甩在案几上，那散落的声音像极了催命符。皇上站起身，一步步逼近甄嬛，那脚步声沉重的像是砸在人的心口上。他那只手颤抖着指着那碗血，声音嘶哑的不成样子，问甄嬛：“你还有什么话说？”这就是职场里的最后通牒，当证据确凿，老板已经动了杀心，你解释就是狡辩，不解释就是认罪。甄嬛在这死局里猛地深吸了一口气，那口气憋在胸腔里，让她强行稳住了摇摇欲坠的身子。她知道这时候哭天抹泪没用，她必须得在那碗水里找到活命的缝隙。咱们得细细研究甄嬛接下来的那个动作。她在那千钧一发之际，竟然不退反进，在那所有人都要避之不及的毒水面前，她猛地跨出一步，那齐头的流苏剧烈摆动，带起一阵冷风。她死死盯着那碗水，脑子里闪过温实初刚才接水时的样子，闪过皇后刚才那一抹异样的从容。突然，她像是想到了什么，那种在绝境中求生的本能让她抓住了一个极小的细节。如果这水没问题，皇后断不会如此笃定；如果这水有问题，那一定是加了能让任何人的血都相融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医书里有记载，叫白矾。甄嬛在那一瞬间赌上了这辈子所有的运气和胆略，她没有去辩解那2滴血为什么融，她选择了直接挑战这个实验器材。这叫降维打击，也是职场自救的最高境界。当别人在你的专业领域里设套害你，你别在专业逻辑里打转，你直接掀了他的桌子，查他的程序正义。于是您瞧，甄嬛那只涂着猩红扣丹的手指猛地伸进那清亮的碗水中，那一划拉，指尖触到了水底一丝还没来得及完全化开的细微颗粒。那种磨砂般的质感，在甄嬛眼里简直比天上的星辰还要亮。她突然放声大笑，那笑声在死寂的景仁宫里显得那么突兀，甚至带点疯狂。这一笑把皇上笑愣了，把皇后笑毛了。甄嬛反手抓起那个盛水的瓷碗，眼神如刀子般刮向皇后，她大声喊道：“皇上，这水有问题，这水里加了白矾。”这话一出，原本已经胜券在握的皇后，那端着茶杯的手明显一颤，那是阴谋被拆穿后的生理性痉挛。咱们得分析分析甄嬛这一刻的心理，她是在搏命啊，各位。如果水里没加东西，她这一指头下去没试出来，那她就是不仅私通，还诬告皇后，那是死的不能再死了。但她敢赌，就因为她看透了皇后的贪婪。皇后这种人做事讲究万无一失，她既然要做局，就绝不会让这些有任何不容的机会，所以她必然会在这碗水里加料。这就是职场里的贪胜必败，你越是想把事情做死，你留下的痕迹就越明显。甄嬛这时候的心理转换，从受审者瞬间变成了质检员。她拉过身边那个瑟瑟发抖的小太监，在那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猛地抓起他的手，
拿过银针，狠命一扎，那血珠子掉进碗里，瞬间就跟刚才那2滴血抱在了一起。您各位想象一下那画面，一个跟甄嬛毫无血缘关系的小太监，他的血竟然也能和皇上的血相融。这一幕简直是当众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在皇后的脸上，也打在了刚才那个信誓旦旦的程序正义上。皇上的眼神变了，那原本充满了暴力和怀疑的眼睛，此刻满是迷茫和被愚弄后的狂怒，而这一次，那怒火烧向了坐在上首的皇后。这就是这场博弈最惊心动魄的反转。甄嬛利用了对手的必胜心理，反手给了对手一个死结。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面对看似不可推翻的构陷时，最重要的不是去解释那个结果，而是去质疑那个导致结果的过程。如果秤是坏的，那称出来的重量哪怕再离谱，也证明不了你的货有问题。这一刻的甄嬛浑身散发着一种死后余生的戾气。她看着那碗水，那是差点要了她命的毒药，现在却成了她反杀的利刃。她逼近皇后，字字珠玑，问那碗水是谁准备的，问白矾是怎么进去的。这种气场上的反杀，让原本那些跟在皇后屁股后面摇旗呐喊的嫔妃们，一个个全成了哑巴。这就叫职场势能的瞬间逆转。刚才你还是人人喊打的落水狗，现在你就是手里握着对方死穴的判官。那些刚才还忙着站队的人，现在恨不得把头扎进地缝里，生怕被甄嬛那冰冷的目光扫到。皇后的反应，她虽然还强撑着那一国之母的架子，但那苍白的脸色和微微抖动的嘴唇，已经出卖了她内心的恐惧。她原本以为这碗水是甄嬛的葬身之地，没成想这水却成了她自己的滑铁卢。这就是权斗里最残酷的地方，你算计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挖坟。甄嬛这一抓、一扎、一滴，动作如行云流水，快得让人来不及阻拦，却准得惊心动魄。这不仅仅是聪明，这是在无数次生死边缘磨练出来的对人性的极致洞察。致命毒水里的生死一瞬，那2滴融掉的血是悬在甄嬛脖子上的刀，而那一抹还没化开的白矾，则是甄嬛递回给皇后的断头台。在这场博弈里，甄嬛赢就赢在她不仅懂医理，她更懂对手的心理。她知道皇后不敢冒任何风险，所以她断定这水必有猫腻。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胆略，才是她能成为最后赢家的核心竞争力。咱们回头看看那碗清澈的水，映照出的哪里是血缘啊？分明是这宫廷里最肮脏的欲望和最决绝的生存意志。您说，这碗水被甄嬛这么一搅和，那刚才还铁证如山的私通案，是不是瞬间就成了一场针对贵妃的卑劣构陷？而皇上那颗原本就多疑的心，现在又会偏向哪边？这景仁宫里的血腥味儿不但没散，反而越来越浓了。甄嬛这一记反手抽回去的耳光，那是打得真响啊！话说这景仁宫里头的局势，就在那一瞬间，从阴云密布的死刑场，变成了一个要把皇后乌拉那拉氏生吞活剥的修罗场。刚才那碗水里融掉的血，本是甄嬛脖子上的断头锁，可这会儿甄嬛那一指头滑下去，再加上小太监那滴毫不相干的血也凑了热闹，这碗水就成了戳穿谎言的照妖镜。甄嬛站在那儿，原本苍白的脸庞，因为这一瞬间的死里逃生，竟然透出一股子让人胆寒的红晕，那是杀气，也是积压已久的怨气。她那双凤眼不再含着雾气，而是像淬了毒的钢针，死死钉在皇后的脸上。这时候，她没有退缩，没有告饶，而是猛地跨出一步，那一身绣金凤的旗装摆动，带起一阵冷冽的风，直逼暗击。这在职场博弈里叫反客为主。当你抓住了对方程序造假的铁证，你绝对不能等对方解释，
你得抢在所有人的惊愕还没消散之前，发动最狠辣的致命一击。您瞧甄嬛是怎么做的？她那只涂着猩红扣丹的手再次伸向了那只青花瓷碗。这一次，她的动作不再是颤抖的，而是稳得像是在绣一幅江山图。她清清冷冷的开口，声音不高，却在大殿的每个角落里回荡。她说：“皇上，这水既然能让任何人的血相融，那便是被人动了手脚，有人要置臣妾于死地，更要毁了皇上的名声。这一招叫祸水东引。”他把这场私通的指控瞬间升级成了对皇帝权威的挑战。在咱们现实的人情世故里，如果有人在会上拿假数据害你，你不仅要证明数据是假的，你还得大声疾呼，这不仅是害我，这是在拿公司的前途开玩笑。只有把个人的荣辱绑在老板的利益上，你才算真正拿到了免死金牌。甄嬛这一招直接让皇上原本那颗因为被戴绿帽子而狂怒的心，转瞬间变成了被欺骗、被愚弄后的奇耻大辱。皇后一直端着仪态，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皇后，此刻那张保养的极好的脸，竟然像是在三伏天里挂了霜，白得吓人。她那端着茶碗的手，指甲套在瓷盖上，划出嘎吱一声刺耳的轻响。那是他内心极度恐慌的尖叫。他想开口辩解，想说这水是工人准备的，想说自己不知情，可甄嬛哪儿会给他这个机会？甄嬛转过身，面对着皇上，盈盈一跪，那一跪跪的极重，重到仿佛要撞碎大殿的地砖。他仰起头，眼里含着泪，嘴角却带着一抹冷笑。他大声请旨：皇上，既然水有问题，那便请重换一碗水，不仅要换水，还要换碗，换这景仁宫里所有可能被动手脚的东西。这叫穷追猛打，也是职场自证清白的最高逻辑。既然你在这个环节动了手脚，那我就要求全流程重审，把你那些藏在阴影里的肮脏算计通通晒到太阳底下。这时候，景仁宫里的气氛已经不是紧绷，而是要炸裂了。祺贵人吓得瘫在地上，那原本尖利的嗓门此刻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老母鸡，只能发出呵呵的干咳。皇上猛地拍案而起，那一记重响震得茶盏盖子乱跳。他死死盯着皇后，那眼神里的怀疑和怒火已经不再是针对甄嬛的，而是针对这个跟他同床异梦多年的结发妻子。皇上声音冰冷的像是从冰窖里捞出来的，他下令重取净水，朕亲自盯着。这话一出，皇后身边的简秋脸都白了，那是计谋彻底败露后的绝望。这其实就是职场里最惨烈的翻盘现场。当一个原本被全公司排挤，几乎要卷铺盖走人的老员工，突然抓住了高管带头造假的证据，那这种反噬的力量足以把整个权力架构都给掀翻了。新的水端上来了，这回没人敢乱动。甄嬛站在水碗前，那一瞬间，她不仅仅是在验亲，她是在进行一场关于尊严和生死的最后答辩。她再次拿起银针，针尖在阳光下闪着冷悠悠的光。她看着温实初，那个陪她走过风风雨雨，此刻却为了保她而差点丧命的男人。在那一刻，他们两人的眼神交汇，没有了刚才的惊慌，只有一种同生共死后的决绝。甄嬛先扎破了自己的手指，一滴血缓缓滑落，落入水中，像是一朵盛开在清晨的红莲。紧接着，小阿哥红艳的指尖也被刺破，那稚嫩的血珠掉进碗里。全场人的呼吸都停了，连外头吹进来的风都像是静止了。那一刻，时间过得极慢，慢到你能听到每个人心脏跳动的频率。两滴血在水中打着转，渐渐靠近，却又像两个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轻巧地擦肩而过。不容，不容！人群里不知是谁小声嘀咕了一句。甄嬛长舒了一口气，那口气吐出来的时候，
他整个人像是虚脱了一样，却又在那一瞬间挺直了背脊。他赢了，赢在那碗白矾水被戳穿的一刻，也赢在他对人性的极致豪赌。他转过头看向皇后，那眼神里透着一股子悲悯，却更多的是狠辣。他冷冷地问：皇后娘娘，您处心积虑准备了这一场大戏，现在这结局，您可还满意？这叫杀人诛心。在职场斗争中，最狠的不是打败对手，而是当你赢了之后，当众撕掉对手最后一层遮羞布，让他在所有人面前现出原形。咱们得分析分析甄嬛在那一刻的心理，她是在后怕吗？不，她是在计算。她计算着接下来该如何把祺贵人彻底踩死，如何让安陵容无处遁形，如何让皇后这个始作俑者付出代价。这就是成熟的职场生存法则，翻盘只是开始，清算才是目的。如果你在自证清白后就此收手，那对手迟早会卷土重来。甄嬛很清楚，这景仁宫的地砖上既然已经沾了血，那这血就不能白流，必须得有人为此买单。他看着皇上，皇上此刻正陷入一种深深的懊悔和狂怒之中。皇上后悔自己怀疑了宠妃，更狂怒于被皇后这种下作的手段玩弄于股掌之间。甄嬛看准了这个时机，她开始流泪，那泪水流得恰到好处，既有受了委屈后的楚楚可怜，又有对皇上信任的感激涕零。这叫情绪操控，一个顶级的博弈高手必须懂得在什么时候用刀，什么时候用泪。再看那些刚才还忙着站队的嫔妃们，一个个此刻像是斗败了的公鸡，缩着脖子不敢吭声。安陵容在那儿不停地搅着手里的帕子，那帕子都快被他搅烂了。他这种人最是敏锐，他知道甄嬛这一翻盘，接下来迎接他的将是怎样的雷霆手段。而祺贵人这个被皇后当枪使的蠢女人，此时正疯狂地磕头求饶，额头撞在青砖上发出咚咚的声音。可这宫廷里最不缺的就是磕头的人，最缺的是活命的机会。甄嬛看着这一切，内心毫无波动。她明白，这些人不过是权力棋盘上的棋子，既然棋局变了，棋子的命运也就注定了。这一段以身试水的戏码，其实是整场滴血验亲最核心的转折点。它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理，在绝对的诬陷面前，逻辑和真相往往是二位的，第一位的是你敢不敢掀桌子的勇气。如果甄嬛刚才没有发现那白矾的端倪，或者她发现了却不敢当众发难，那她此时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胆略，才是她在职场和人情世故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那一碗清亮的水，此刻照出的不再是阴谋，而是甄嬛如磐石般坚韧的斗志。随着皇上的一声令下，祺贵人被侍卫连拖带拽地拉出了景仁宫。那一连串凄厉的尖叫声在空旷的宫墙间回荡，听得人汗毛直竖。甄嬛站在大殿中央，阳光斜斜地打在她的旗头上，那一刻，她仿佛成了这景仁宫真正的主人。而皇后，那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母仪天下者，此刻正颓然坐在凤椅上，那一身明黄色的华服，竟显得如此萧瑟和落寞。这场博弈，甄嬛用自己的指尖血洗清了污名，也把那把杀人的刀子原封不动地插进了对手的心口。话说这景仁宫里头的风向，那是转得比走马灯还快。刚才还是甄嬛命悬一线，这会儿那碗清水就成了皇后的催命符。这种职场大反转，最忌讳的是什么？最忌讳的就是见好就收。有些实诚孩子觉得，既然清白已经正了，老板也觉得委屈我了，那我就见台阶就下，得饶人处且饶人吧。可您瞧瞧甄嬛，她那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顶级高管，她深知一个理儿，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时候如果不把那几个刚才蹦跶的最欢的，想吃他肉喝他血的职场小人彻底踩进泥里，那他这顿冤枉就白受了。甄嬛缓缓站直了身子，把刚才那一副受了惊吓的柔弱劲儿一收，那眼神瞬间变得像数九寒天的冰棱子，尖锐且透着寒气。他没有先去质问皇后，而是把目光慢悠悠地挪到了跪在地上抖成筛子的祺贵人身上。这叫打蛇打七寸，杀鸡儆猴看。祺贵人这会儿那张脸哪儿还有半分娇俏，简直像是一张被揉皱了的烂白纸，额头上磕出的血珠子和脸上的冷汗混在一起，狼狈的不成样子。甄嬛居高临下的盯着他，语气平稳的没有一丝波澜，却字字如刀。他问祺贵人说：“妹妹刚才言之凿凿，连细节都编得跟亲眼瞧见似的，如今这水清如镜，妹妹是不是该给皇上、给本宫，也给这天下的宫里一个交代？您瞧，这就是职场博弈里的身份对调。刚才你是原告，我是被告，现在我是受害者，你是诬告犯。”甄嬛这一声妹妹喊的那叫一个讽刺，那是把祺贵人最后一层脸皮生生撕了下来。在咱们现实的人情世故里，当你洗清冤屈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夺回话语权，把对方架在道德的火刑架上烤。皇上此时坐回了椅子上，手里的念珠又开始转了，只不过这回转的沉重异常，那是他在消化这种被当猴耍的奇耻大辱。甄嬛敏锐地捕捉到了皇上的情绪，她知道这时候自己不用亲自出手杀人，她只需要递刀子。她转过身，对着皇上凄然一笑，那笑容里满是心碎和决绝。她说：“皇上，臣妾今日受辱是小，可若是这碗水里没有被动过手脚，若不是温太医医术精湛发现端倪，臣妾此刻怕是已经身首异处，连腹中的孩子都要背负一世骂名。”这话绝了，这是在皇上的心头火上又浇了一桶热油。皇上最在乎的是什么？是血脉，是面子。甄嬛把这事儿往皇家尊严上引，就是在逼皇上下重手。这就是高明的公关，把个人的私仇化为集体的公愤。紧接着，甄嬛转过头，那目光越过祺贵人，直接扎向了坐立难安的安陵容。安陵容在那儿低着头，手指绞着帕子，那帕子都快被他抠出一个窟窿来了。他这种人是典型的职场侧翼攻击者，平时不显山不漏水，关键时刻在背后递阴招。甄嬛盯着他，嘴角露出一抹似有若无的冷笑。他想起了安陵容刚才那句看似劝解实则催命的话，心里冷哼一声。甄嬛开口了，声音清脆悦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她问安陵容：“刚才安妹妹口口声声说怕流言蜚语伤人，如今流言止于智者，安妹妹怎么反倒不说话了？难道是觉得这真相来得太快，让妹妹失望了不成？”安陵容被这一问吓得脸色煞白，赶紧起身跪下，嘴里念叨着：“臣妾不敢。”这就是墙倒众推的第一步，让那些看客和帮凶也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您再看那坐在上首的皇后，她此时已经是强弩之末，她那母仪天下的架子还在，可眼神里的光已经散了。她试图把这事儿往奴才办事不力上推，想找个替罪羊，可甄嬛哪里肯放过她。甄嬛一步一步逼近，那脚步声在空旷的大殿里回响，像是踩在皇后的心坎上。甄嬛说：“皇后娘娘身为后宫之主，这滴血验亲的事儿是娘娘提的，这水是景仁宫准备的，如今出了这等丧心病狂的下作手段，娘娘若是不给个说法，恐怕这后宫的姐妹们人人自危啊。”这一招叫大帽子压死人，甄嬛直接以职场安全为由，质疑皇后的管理能力。在现实中，这就是在董事会上公开质疑 CEO 的合规管理有问题。一旦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皇后的威信也就彻底扫地了。这时候，景仁宫里的那些嫔妃们，一个个见风使舵的本事全使出来了。刚才还跟着齐贵人冷嘲热讽的，这会儿全变了嘴脸，纷纷义愤填膺的讨伐齐贵人，说他居心叵测，祸乱宫闱。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写照，也是职场最凉薄的地方。当你失势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踩你一脚来向新主子投诚。甄嬛看着这满屋子的丑态，心里明白这些人的忠诚比纸还薄，但他需要这种声音，他需要这种民意来给皇上施压。他站在风暴中心，冷静地观察着每一个人的表情。那一刻，他完成了从受审者到狩猎者的完美转型。齐贵人还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他指着甄嬛，疯了似的喊着甄嬛和温实初一定有私情。这种时候，这种毫无证据的咆哮，除了让皇上觉得厌烦和恶心之外，没有任何作用。皇上厌恶地挥了挥手，那手势就像是赶走一只讨人嫌的苍蝇。侍卫们冲上来，架起齐贵人就往外拖。齐贵人的鞋掉了一只，齐头歪在脖子上，那凄厉的喊声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重重宫墙之后。甄嬛听着那声音，心里没有一丝怜悯。在权力的博弈里，同情心是最昂贵的奢侈品，尤其是对这种想置你于死地的对手。然而，甄嬛并没有因此感到轻松，因为她发现安陵容还没倒，皇后虽然受了挫，但根基未动。更重要的是，温实初为了保全她，此刻正面色惨白地站在一旁。甄嬛知道，这一局虽然赢了，但留下的烂摊子还得有人收拾。她必须要在皇上那颗多疑的心彻底平静下来之前，把所有的疑点都消灭干净。她转过头，看着温实初，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那是感激，是愧疚，还有一种深深的无奈。在这场男人们掌握规则的游戏里，女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牺牲掉那些最珍贵的东西，甚至是那个真心守护自己的人。这一段墙倒众推的戏码，其实是给咱们所有人上了一课。在职场上，如果你被人陷害，洗清冤屈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较量在于你如何利用这个胜利的事去重塑你的权力和地位。甄嬛在那一刻表现出的狠辣和决断，正是她能从一个常在爬到贵妃位置的根本原因。她不贪恋一时的安稳，她要的是长治久安，是让对手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这就是现实生活的残酷，你不把别人逼到死角，别人就会把你推进深渊。随着齐贵人的被逐，景仁宫内的喧嚣暂告一段落，但那种压抑的氛围反而更浓了。皇上虽然处罚了齐贵人，但他看向甄嬛和温实初的眼神，依然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审视。甄嬛知道，这场私通的阴云并没有完全散去，血缘虽然咽清了，但情分呢？眼神呢？那些藏在心底里的秘密，才是最难自证清白的东西。他必须要在那把更锋利的刀子落下来之前，做出一个让皇上彻底闭嘴，让所有人永远不敢再提这件事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将带给温实初毁灭性的打击，也将让甄嬛的后宫之路染上一层永远抹不掉的血色。您各位想象一下，如果是您站在甄嬛那个位置，已经赢了一大半，剩下那一小半的嫌疑，您会用什么方式去抹平？是继续辩解，还是用更激烈的手段自残以示忠诚？甄嬛在那一瞬间的沉默，其实就是在进行最后的抉择。墙已经倒了，众人也推了，可那断裂的横梁下还压着最惨烈的一幕。温实初那个平时只敢拿药箱的读书人，在接下来那一刻，竟然做出了一件让满宫嫔妃惊声尖叫，连皇上都变了脸色的事。您说，这为了保全一个人的清白，代价到底能有多大？
话说这景仁宫里头的局势，好不容易在那一碗清水的自证下，算是稳住了大半。可这怀疑二字啊，就像是老墙根底下的霉斑，你拿白灰抹了一层，瞧着是干净了，可里头的毛刺儿还扎着心呢。皇上虽然把祺贵人给处置了，但他重新坐回那张龙椅上的时候，眼神里那股子阴沉劲儿并没散干净。他冷冷地打量着温实初，又瞄了瞄甄嬛，那眼神就像是冰锥子，要把这两人的皮肉给挑开了，看里头到底有没有私情。这在职场里头最是难办。你虽然拿出了证据证明你没贪污，但老板心里那个你这人不可靠的印象一旦种下了，你往后的日子就得像走钢丝一样，丁点错漏都不能有。甄嬛多聪明的人呐，她看出了皇上那一丝还没散尽的狐疑。她知道，只要温实初还是个全虚全倚的男人立在这后宫里，那这私通的闲话就永远是悬在他脖子上的一把暗刀子，指不定哪天又被谁翻出来捅他个透心凉。就在这死一般寂静的当口，安陵容又出招了。这位安小主，那是深谙软刀子割肉的精髓，他在那儿轻飘飘的冒出一句，说温太医对熹姐姐可真是情深意重，为了姐姐连命都不要了。您听听这话毒不毒？他不提血，不提水，专门提那个情字。这在职场博弈里叫情感定罪，他不讲逻辑，专门煽动老板内心深处最原始的嫉妒和占有欲。皇上原本平复下去的火气，被这一句话又给勾了起来。温实初在那儿跪着，脸色惨白的跟那宣纸没两样。他这种技术出身的读书人，哪里见过这种阵仗？他知道自己这辈子所有的专业名望、家族荣耀，甚至甄嬛的这条命，都拴在他那一层还没被戳破的身份上。他抬起头，看了甄嬛最后一眼，那眼神里藏着的是几十年的默默守护，是那种只要你好，我便化作泥土也甘愿的决绝。这时候，大殿外突然传来了消息，说沈眉庄因为听闻滴血验亲的消息，惊吓过度动了胎气。这一声惊雷，把景仁宫这最后一点理智的弦儿也给崩断了。温实初整个人像是被电击了一样，猛地站起身就要往外冲，可他刚迈出半步，就被侍卫死死按住。他那双眼瞬间布满了血丝，那是心疼到了极点的疯魔。甄嬛在那儿看着，心如刀绞。他知道这局走到了这一步，必须要有个血淋淋的了断，否则这景仁宫里的每一个人，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温实初在那一刻像是突然想明白了什么，他那种读书人的迂腐和执拗在那一瞬间升华成了一种近乎自毁的壮烈。他大声喊着：臣妾自请净身，以保贵妃清白，以全皇家颜面。这话一出，大殿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抽泣声，那些嫔妃们个个瞪大了眼，有的拿着帕子捂住了嘴，有的吓得直接侧过脸去。这叫什么？这叫肉身祭旗。在权力的绝对碾压下，如果你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那你就只能毁掉那个能让你产生原罪的器官。这在现实的人情世故里是何等的惨烈。就像是一个职场人为了证明自己对公司的绝对忠诚，不惜自断后路，把自己变成一个永远无法威胁到老板地位的残次品。温实初不再等皇上发话，他猛地挣脱开侍卫，那动作快得让人来不及反应，直奔那偏殿而去。紧接着，一阵重物倒地的声音和一声压抑到了极致的惨叫，划破了景仁宫的上空。那一瞬间，甄嬛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儿，她死死抓着自己的衣角，指甲陷进肉里，鲜血顺着指缝一滴滴落在青砖上，可她愣是没敢哭出声，连眼眶里的泪都得生生憋回去。这就是顶级博弈者的悲哀，你最亲近的人为了救你而自残，你却不能表现出一丁点儿的感同身受，
因为你的每一滴泪都会变成对方攻击你私情确凿的铁证。他只能在那儿站着，像尊石像一样，看着那带血的剪刀被端出来，看着那红的发黑的血迹在阳光下变得狰狞。皇上在那一刻手里的念珠终于停了，他看着那盘子里的东西，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度的错愕，随后便是一阵深深的疲惫。他赢了，他用这种近乎变态的方式确认了一个男人的忠诚，也确认了一个女人的清白。可这种赢带给他的只有一种空落落的荒诞感。咱们得细细拆解温实初自残后的那个场景。安陵容坐在那儿，原本得意的笑容僵在了脸上。他没想到温实初居然能狠到这个地步。这就是小人的局限性，他们总觉得这世上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却忘了当一个人被逼到极致，那种为了守护心中一点微光而迸发出的自毁力量，是任何算计都无法预料的。皇后也沉默了，她知道温实初这一剪刀下去，不仅断了自己的命根子，也断了他所有的后手。从此以后，谁再敢提甄嬛和温实初有私情，那这带血的盆子就会当众抽他们的脸。这在职场里叫终极辟谣，拿命换来的名声，那是铁打的，谁也撼动不了。可这胜利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甄嬛在回宫的轿子里，整个人蜷缩在一起，那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一个午后。她翻盘了，她赢了，她保住了孩子，保住了荣华富贵，可她也永远的失去了一个可以让她在深宫里感受到一丝人间烟火气的伙伴。这种职场进阶，每一步都踩在亲信的白骨上。您各位常说想当大官挣大钱，可您看看这景仁宫里的血，您受得了吗？这种以牺牲他人、牺牲自我的惨烈方式换来的成功，里头全是苦涩的胆汁味儿。甄嬛在那一刻心已经彻底冷了，那是一种对权力的深刻恐惧，也是一种对人性的彻底绝望。咱们再回头看看皇上，他处置了温实初，安抚了甄嬛，看起来一切又回到了正轨。可那偏殿里还没刷干净的血迹，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深处。作为一个老板，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试出了员工的底线，可他也永远失去了员工的真心。这种惨烈收场，反映出的是权力场上最无解的伦理悲剧。老板永远在求真，而下属永远在藏拙。当这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牺牲的一定是那个最有情有义的人。温实初的那把剪刀，剪断的不只是他的身体，更是这宫廷里最后一点温情的脉络。这一段戏，咱们聊的是带血的信任。甄嬛用温实初的血肉模糊，换来了他后宫权力的稳固。这种翻盘是惨胜，是让每一个听众都觉得心里堵得慌的苦果。咱们在现实生活中，千万别把自己逼到这一步。有时候，为了那一点虚名，为了那一点意气之争，最后搭进去的可能是我们最无法挽回的东西。甄嬛在景仁宫的这一战，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宫墙里，想要活得久，你就得比那青砖还要硬，比那井水还要冷。这时候，景仁宫的大门缓缓合上，那一地的纷乱被关在了红墙之内。甄嬛回望那巍峨的宫殿，阳光依然灿烂，可她眼里的世界已经变成了一片黑白。这场滴血验亲的大战，虽然以甄嬛的彻底翻盘告终，但她留下的创伤将伴随她走完剩下的权谋之路。温实初被抬下去的时候，那一连串的血迹像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疤，永远的刻在了甄嬛的心头。咱们说这出戏唱到这儿，算是到了一个节点。可您说，这人间的博弈哪有真正的终点呢？话说这景仁宫的厚重大门沉沉一关，外头的阳光还是那般扎眼，可这门里门外已经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道。这滴血验亲的大戏唱到这儿，面上瞧着是风平浪静、奸人伏法，
可您要是真当这事儿翻篇了，那您可就太小瞧这大清朝头号职场修罗场的后进儿了。甄嬛坐在回宫的轿子里，那摇晃的轿身像是要把她这满心的疲惫都给晃出来。她靠在软垫上，眼睛闭得死紧，可脑子里全是温实初那把带血的剪刀，和皇上最后看他时那带着钩子的眼神。这在顶级职场里叫复盘焦虑。别看你刚打赢了一场漂亮的并肩收购战，或者是刚洗脱了财务造假的嫌疑，只要你老板心里那根怀疑的刺儿没拔干净，你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得踩在刀尖上，还得跳出采莲曲的韵律来。咱们得先看看这位大老板皇上的心思。他回了养心殿，手里那串念珠是转得越来越慢，每一颗珠子划过指尖，估计都在盘算景仁宫里那些没对上号的小细节。您说皇上真信了吗？他信的是那碗没加白矾的水，他信的是温实初自残保命的决绝，但他不信的是人心。在老板的逻辑里，真相往往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力的平衡。甄嬛这次翻盘翻得太漂亮，漂亮到让皇上感受到了一种被智商碾压的威胁。这就像你在公司里，原本老板想开了你，结果你反手拿出一堆证据，把老板的小舅子送进了监狱。老板虽然明面上得奖赏你，可心里头指不定怎么盘算着要把你这个功高盖主还不受控的下属给边缘化呢。所以您瞧，甄嬛在回宫路上那一阵死一般的沉默，其实是在进行一场最深度的权谋复盘。他得想明白，这次赢到底是赢在了运气，还是赢在了对手的愚蠢。接下来该如何把这惨胜转化为长治久安？这时候咱们得聊聊那些散落在景仁宫各个角落里的职场余孽。祺贵人是被拖走了，那是死有余辜，可皇后还在那儿坐着呢，安陵容那双像毒蛇一样的眼睛还在暗处盯着呢。甄嬛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次滴血验亲虽然没能直接把皇后的凤冠给摘了，但却把皇后的职业信用给彻底搞破产了。这在人情世故里叫软刀子割肉，我不一下子弄死你，但我让你在老板面前再也没有开口说话的份儿。甄嬛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斩草除根的后续公关。她得让宫里所有人都知道，跟着皇后混不仅没肉吃，还得背锅，而跟着她熹贵妃，只要你忠心，命都能给你保住。这种品牌重塑才是甄嬛在这场大仗之后最重要的政治资产。梅姐姐这一惊一下一铲，那是直接把温实初这个技术大拿给彻底毁了。甄嬛站在碎玉轩的台阶上，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接生婆，心里那种凉意是透骨的。这就是职场斗争中最残酷的回响，你为了自保而点燃的火，最后往往会烧到你最亲的人身上。甄嬛在那一刻终于意识到，在这红墙绿瓦底下，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只有活得长和活得短的区别。她看着温实初那残破的身躯被抬走，看着眉庄在血泊中挣扎，那种对权力的极度厌恶和对生存的极度渴望，在那一瞬间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平衡。他必须更狠，如果不狠，这景仁宫里还没干透的血迹，明天就会变成他自己的。咱们把镜头往现实里拉一拉，您在单位里是不是也见过这种事？两派人马斗得你死我活，最后虽然一派赢了，可带头的那个身边最得力的助手也离职了，最信任的伙伴也倒戈了。这就是胜利的成本。甄嬛在这里学会了最重要的一课：止损。她不再去纠结那碗水到底是谁放的白矾，因为那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现在手里握着皇后的死穴。她开始布局，如何把这种怀疑引向更深的地方，如何让皇上在未来的每一个深夜，只要想起这碗水，就会想起皇后的阴毒，而想起她的委屈。
这种潜意识植入，才是甄嬛权谋之路上的满分卷。而安陵容呢？这位调香高手在那场戏里虽然没失血，但他的心已经乱了。他发现甄嬛不再是那个可以随便拿捏的软柿子，而是一个能在绝境中自断一臂也要拉你下水的狠角色。这种心理威慑比任何惩罚都要有效。甄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甚至都不需要亲自对付安陵容，她只需要偶尔在皇上面前露出一副往事不堪回首的凄凉样，就能让那些曾经泼过脏水的人夜不能寐。这叫精神内耗式报复，也是中国式人情世故里最高明的手段。咱们还得看看这场风波对后宫格局的永久性改变。从此以后，景仁宫成了禁地，永寿宫成了圣地。但这地位的更迭，换来的是甄嬛彻底的孤家寡人。她身边的锦汐、苏培盛虽然还是那么忠心耿耿，可大家说话的口气里多了一分敬畏，少了一分亲昵。这就是权力的毒性，它能让你高高在上，也能让你众叛亲离。甄嬛在深夜里看着镜子里那张依旧美艳却越来越陌生的脸，估计也会问自己，这一仗我真的赢了吗？您各位听书听到这儿，心里是不是也觉得沉甸甸的？这场滴血验亲，咱们从那一碗水聊到了人性的最深处，从一滴血聊到了职场的生死局。其实啊，这哪是讲古人的故事，这就是讲咱们自己。生活里那些没完没了的猜忌，那些防不胜防的暗算，那些为了活下去不得不做的妥协，哪一样不比这景仁宫的戏更惊心动魄？甄嬛的智慧不在于她能辨出墨白凡的水，而在于她看透了这世间的规则。如果你不想成为案板上的肉，你就得成为握刀的人，哪怕那把刀会先割伤你自己的手。书说到这儿，景仁宫的那场血腥气总算是散得差不多了，可这宫廷里的下一场风暴，已经在安陵容的香料里，在皇后的算盘里，在皇上那日益多疑的梦境里悄悄酝酿了。甄嬛揉了揉酸痛的太阳穴，走出了正殿，外头的月亮升起来了，清冷冷的照着这满地的寂寥。她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并没有乱的旗头，眼神重新变得冷冽而坚定。因为她知道明天的早膳之后，又会有新的举报信砸过来，又会有新的温实初被推向风口浪尖，而他必须永远保持那副端着茶杯波澜不惊的模样。